山川，几万里大江奔腾，几万里战马嘶鸣，几万里此情无声，几万里陌上花开，几万里鸿雁归来，几万里风雨峥嵘，几万里梦游归程，几万里读不尽一生是悲欢。家里出城，良缘遂地，情敦间谍，相敬至如宾，祥夜终临，克昌于绝后，同心同德，一世一家。有滴血。小人去看看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做这种玩耍，你脑袋不要了吗？启禀州府，海上有船。不是说今日封关吗？是战船。战船。是阿舅，他要捉我们回去了。不妨事，大不了我陪你回岛上，向岳母大人赔罪。要打要杀要罚，任凭他处置。不要胡说八道，这是黄龙岛的内务事，你是个外人。自今日起，我还是外人吗？阿姐，你看阿娘的穿着，难得古怪。从来没见过她穿过如此服饰。九殿三赤官，我只在6点上见过图样，他是汴梁天子的宫室内，也未见得还有真品。你家真有钱。你闭嘴！这丫头，怎么把扇子拿下来了？这大吉大利的日子口，也不避讳邪祟冲撞。3艘海囚船，金陵的水师看见都得吓一跳。什么邪祟能抵得上这份呢？大喜的日子，我不生气。跟你说了，不要开战船来，不要开战船来。那是我给真娘的添妆。好了，就停在这儿。啊！落帆抛锚。怎么下锚了？我打算跪了，你要跪吗？祖宗神明在上，不孝女在此敬祷。因定元兴，乃正冤盟，谨奉慈命，未敢自行。40祭扫，8节供奉，夫妇大道，人伦赤诚，唯告先亲，宅室清明，厚德庇佑，家道丰亨。茶来。阿舅也在船上，见阿舅。舅父大人远来，且吃小婿一盏新茶。算来算去，要是算漏了此节，这茶却怎么吃？不能怨阿姐啊！你和姐夫成婚之时，阿爹阿娘都不在了。自今日起，汝夫妇当相知相惜，互
互敬互爱，严丝绵茂，行以率。白首同心，相濡以沫。谨记阿舅教诲，绝不敢忘。岳母大人在上，贤家有女，求为心腹，请岳母大人吃小婿一盏新茶。什么词儿来着？你不是背了一夜吗？忘了。我给你背着呢。这么多，你可就这么一个闺女？自今而后，汝当慈爱谨慎，善事夫郎，敬奉舅姑，致揽家宅，抚育子女，一心一意，莫负英盟。大点声。善念长存，哎，谨遵女范，惠泽齐家。慈亲良言，女儿谨记。自此，不能成婚定省，惜前尽孝，惟愿母亲亲体康健，长命百岁。岳母大人宽心，小婿此生此世，断不使真娘有纤微积累之苦，毫厘虚怄之情。若为此事，人神共击之。这大喜的日子，怕是不吉利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算这小子有良心。哼，说了几句好听的，就算有良心了。哎，我记得当年某人也说过，死生不相负。不会说话就别说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这小子现在是你外甥女婿啦。嗯，是啊，你是某人的儿子呀。你闭嘴！大喜的日子，净说这些不吉利的。七郎君全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内外兵马事。胸中地急，国有长君吴越知府，可有君命，召九郎君回王都，同参大政。阿舅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阿姐成婚，送我3艘战船？姐夫，
这不是送与你的，这是给我阿姐的天装。天装哪有天战船的？这是唯恐我与你家阿姐打不起来嘛。啊，就算我们真打起来，你阿姐要收拾我，她用战船轰我啊！是这样的，阿娘和阿舅走的时候留下了话，说姐夫是王子，是宗室，平日里遇上个些许麻烦难题，那都是小事，只要不伤及肢体性命，便都无大碍。若是真遇上个危及性命的大麻烦、大祸事，这3艘战船可保姐夫带着阿姐逃出吴越，回到黄龙岛，做个上门女婿。岳母大人和舅父大人，这是在咒我呢。郎君，郎君，你这傻才，如何这般狼狈？州府收到了王都的敕牒，大王轰了。门内之志，恩掩义；门外之志，义断恩。资于世父以事君，而敬同；贵贵尊尊，义之大者也。故为君义战虽3年，以义治者也。郎君，船只已备，天明即可出发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想哭，便哭出来吧。我不想哭，就是有一些悔。小时候，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有一些古板，一说起话就板着一张脸。虽说是亲兄弟，却总是不得亲近。后来他做了大王，我还是总与他怄气。这1年多以来，许多事我都想清楚了，也懂得了君臣之礼，可却又远了兄弟之情啊！太守不过才区区5个县，就有这许多忙不完的事儿。10几个州，70几个县，几百万居民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，整整6年啊！他是心血都要熬干了。这世道，谁活着都不容易，他也不容易，你也不容易。葛兄仕途蹉跎多年，方才见了些起色，
如此轻易抛却，实在可惜，还是再想想吧。没什么好想的，一个7品陆士而已，辞了也便辞了。我本是粗疏之人，沉沦下僚多年，蒙郎君垂顾，才得了这一身绿袍。了结了这一世的恩怨，可香的主上不是吴越的大王，而是郎君。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如今郎君有事，可香也能袖手。葛秋，子建，人各有志。大王薨逝，今君既立，王都之内人心难测，此吴越国存亡之秋。回杭州后，诸事皆需仔细，却是要托付于葛君了。若主公有恶，敢不效死？伙房，今日下晌，周王和杨枢密请见，在大殿内说了足足小半个时辰。当值事情的是刘廷让，听了个满耳朵。周王盯上大帅了，说要带大帅去何州府巡练，还撺掇了御史尚书，说你们父子同守京中，有违京都法度，理应回避。官家没有当面允他，说去找冯令公商议。走。阿爹，你究竟是何时冲撞了周王？不是我，是你。我与周王素无往来，连面都没见上几回。啊，一句话我都未曾说过呀。周王没有，可魏王有啊。魏王薨逝之前，你去见过他，还替郭荣送了一封书函给他，他还当面许你金士都指挥使的前程。如今魏王薨了，这些事情瞒不过人的。这算什么？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罢了，不等他动手，明日我便上表，自请外出。没有这样的道理。阿爹，周王既然忌惮的是儿子，要请辞，也该是我这个儿子去请辞啊！你的分量太轻，明白吗？我执掌侍卫亲军这些年了，新朝既立，原本便该让贤的，出为巡检、知州什么的，那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大郎，你的品质太低，即便外放，也没有合适的缺分。以你的资序，出了京城，恐怕连个县尉都不够格呀。做县尉都不够格，我干脆辞官算了。
鲁莽！阿爹，就算周王赏了我一个县尉，我赵家的颜面何在呀？与其等他发难，我不如干脆辞了这份钱粮，离开京师。只要他见不着我，自然也就不为一身了。阿爹，儿子给老子让路，天经地义。每岁元征，皆要犒赏诸君。此为我吴越国中常例，武肃王能赏，文穆王能赏，先王亦能赏，故为何不能赏？刘后如今还不是吴越王，故而不当赏。朝廷一日未能册封，刘后便一日不是吴越王，亦不能称孤。大司马，往年皆有赏赐，今岁轮到吴做了刘后，偏偏没了赏赐，只怕军中将校心怀怨怼，凭空生出事端来。刘后多虑，军中法度森严，臣受3代先王恩义，执掌诸军，若有小小干犯军法，臣自诛之。以安刘后，以报先王。明明赏赐些许银券，便能安稳军心，消弭祸乱。大司马又何必非要杀人？刘后不曾领过兵，不晓军中之事，须知营武之中，最重赏罚。凡赏罚必有名目，必有生规。滥赏滥罚，乃是取祸之道。臣方才已经说明白了，这是每年该有的元月赏赐，有名目，亦有成立，怎么变成滥赏滥罚了呢？每年都赏不假，诸军所得，皆是大王所奖。如今刘后还不是吴越王，故而不当赏。若是孤，偏要赏。刘后，须知军中不受乱命。此人还是王庭，是个人，孰不可忍？刘后，大司马说的是实话。袁相公，你如何也这般说？朝廷册封之前，刘后还不是大王，自然行不得大王之上，这是礼。吴越立过东南，善事中原朝廷，守的便是一个礼字。以刘后之名行大王之赏，是为僭越，行不得。大司马思朝元老，自恃功高，不认吾这个大王。袁相公是读书人，当知教君臣之道，乃朝廷纲常所系。莫非在袁相公心中，
也不肯认吴这个大王吗？刘后眼中，德昭不敢。大司马并非不尊刘后，他是为了国家省钱。九郎，臣台州刺史钱弘处参见刘后。赶快起身，赶快起来！谢刘后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在台州的事儿，我跟王兄都听说了。王兄当日便说，九郎长进了。咱们宗室之内，又出了一名臣。是我对不住六哥，从小到大不懂事，惹他生气，让他操心。可却从未想过，一国之政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肩上，他有多难。行了，别光站着了，坐下说。来，坐。你回来的正好。王都不敬，权臣在庭。我这个刘后，每日战战兢兢，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萧墙之祸立地而起。本来按常理，该有的诸军赏赐，这胡令公硬是给按下不让发。袁丞相偏生还说是在为国家省钱。也不知道在他们心中，这省下来的到底是谁家的钱？赏赐。每年元月的赏赐，到现在都没个说法。军中将校，此时不知如何的念叨我这个新任刘后。父王跟王兄都是大方人，难道到了我这里，就成了吝啬鬼不成？相公和大司马确实是在省钱啊。九郎，这是在说什么糊涂话？七哥。朝廷的册命还没有下来，如今七哥只是留后啊。若是赏了，等到朝廷的册命颁布，七哥正经做了大王，那要不要再赏？如果不赏，军中难免生出怨怼；若是赏了，这就是赏了2次啊，2倍的银券，2倍的支出，这都是国家的钱啊。好啊，这当了几个月的亲民官，如今也口口声声国家黎书了，你倒是真长进了。这也是七哥的钱呀！你是真的把我当成什么道理都不明白的昏王了？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。拿酒来，我要与九郎把酒夜谈。吴越啊是人家的，金银财帛也是人家的，他要赏啊，
就让他赏便是了。不当家，难知柴米贵。父亲何必从中做恶人呢？这要让军校听了去，该怨对到咱家头上了。先王死了，我却还没死呢。容不得毛孩子乱了朝纲。九郎回来了。人家毕竟是亲兄弟，或入相府，或掌军机，总得有个安置吧。儿子私下思忖啊，这样对老父亲您不利。上次诸军的事情，父亲您不如依了他。他毕竟是留后，是现在吴越的军上，面子总须得过得去啊。你是把九郎掌军拿走了你老子手上的兵权？哎呦，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郎，父亲自然不会惧他。我怕的是沈城里那些军中将变。九郎君呢，他毕竟做过关军容使，还有萧山大营的主将，所以不过是吃了饭走走路消化神的光景，便穿成这样。你才多大年龄，身子骨便被掏空了，可怎么得了？父亲，儿子毕竟也61岁了，年轻真好。从征福州，萧山夺印，是个杀过人的毛孩子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刘郎死得太早，否则他还是有机会的。这些老家伙不足虑。这胡令公嘴巴上说的好听，其实未必没有私心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丞相府参掌政务，军中的事一向不怎么插手。可不插手，不等于不明白。赏赐是什么？赏赐便是军心，是恩也。营伍中的囚娃大多都是没有读过书的人，哪里知道什么叫忠也？所以啊，这金刀子就是忠，银锭子就是义。九郎，你是出过兵、放过马的，孤身入营，赤手夺兵，这样的事你也做过。我若是先王，万万不会让你去台州，内衙的兵权几个月前便该交给你了。你在发什么痴呢？我在跟你说话呢。我想六哥了，我想去看看他。阿嫂和阿郎还好吧？明日带你接掌内衙的兵权，可以去看看他们。我压不住啊！什么压不住？内衙的兵马我压不住啊！七哥，让大郎兄起复吧。我知道，七哥这么做了，六哥会不高兴。我刚才给他磕头的时候，已然赔过不是了。施舍朝廷啊，施舍军心，大郎兄能帮得到你，六哥在天有灵，也不会怪罪于你呀。我明白了。自从回来，你心中念记的便只有走了的六哥。有些事情你肯为他去做，到了我这里，
就未必肯做了。七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东南行营一路向南，你参了9个县令，杀了1个知州。程昭岳之变，银夜出城奔袭萧山大营，孤身入营，赤手夺军，一顿杀威棒打的那是何营惊惧。更不必说在汴梁城内崇元殿上，当着契丹天子的面，拔出刀子，重伤一阵节帅。好啊，好一个天下英雄钱九郎！如今你告诉我，聂牙军的阿扎汉子，你说你压不住他们，你觉得我该信吗？正是因为在军中待过，弟弟才真正有了自知之明啊！要在胡令公四朝元老的威压之下，还能镇得住那群骄兵悍将，只有大郎兄能做到。我知道了。先王遗教，九郎君钱弘绰罢台州刺史，同参大政。七哥，明日一早，你去相府找袁相公报道吧。七哥这里不配用你。大王要不要传见你？闭嘴！是大王，末将多嘴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大王。我还不是大王，是刘后。东南之地，吴越国中，只有一位大王。朝廷尚未册封。朝廷无恩义于东南，而大王有之；朝廷无恩义于末将，而大王有之。程昭岳之变，若非大王快要元首，何某依然身死族灭。大王再造之德，末将纵然万死，亦不甘忘。该信你吗？末将不多说。却听营中仙儿们讲过古，古人有句话：猪油陈乳，猪乳撑死。那叫猪油陈乳。猪乳陈死。末将没学问，给大王丢人了。今日大吵，孤受辱了。刚回来便吵架了。不是吵架。七哥让我做的事，我做不了。做不了便不做，这又不是在汴梁，刀架在脖子上。如今在咱们自己家里，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？可七哥不这么想，他觉得是我不肯帮他。他这么想的也没错。不能做是真的，不想做也是真的。国家缺钱啊，地方州县也缺钱。为了凑齐贺征旦的供营，六哥连后宫都搜检了一遍。如今六哥走了，七哥做了留后，不问州县，不问百姓，不问赋税，不问苍生，急吼吼着要犒赏三军，笼络诸将。胡令公和袁相公驳了他，他便让我执掌内衙兵权，明摆着的呀，让我跟胡令公、袁相公打擂台。我却是既不能做，
更不想做呀。那你觉得，若是六哥还在，他会让你怎么做？六哥便根本不会让我做这样的事。他让我做关军龙时，是让我为诸军提调粮草；让我去台州，是为了补上之前先征后粮的窟窿。他是让我在做事啊，七哥，是让我在帮他争权。父王在的时候啊，我们兄弟都活在这棵大树的荫蔽之下，不管外面风吹雨打，人间苦厄，都有这棵大树给挡在外面。父王走后，六哥变成了这棵树了。可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啊，跟他闹义气啊。我觉得他委屈了三哥，委屈了大郎兄啊，可我却从来没想过，六哥当时那么难都没把我和七哥推在前面。那些意思的勾当，六哥，别说让我们去做，连说都不与我们说呀。可是如今，六哥走了，七哥是那棵大树。是啊，就树做树的事，草做草的事吧。无所谓。你若是真的累了，连同那个什么同参大政，咱们也不做了，索性一并辞了干净。同参大政不能辞，那是六哥要我做的事，也是我该做的。我姓钱，是宗室。王帝弘处，信笃为忠，早会天成，特奉先王遗教，罢台州刺史可同参大政，赐剑履上殿，诏书不明，呜呼！文昌正本，机务之所先，宗子为成，邦家之忧赖。承我有余之义，量兹义代之情，盖宗庙之储祥，实邦家之共庆，耕图为政之方，用趁治民之典，可主者施行。臣弟钱弘处，谨遵先王遗教。刘后亲自执壶，礼仪过重，臣不敢受。水丘家视为宗戚，自武肃王韩威之时，便与我前世休戚以共。水丘公为国家重臣，东南第一君子，素为两代先王所重。弘宗年少，骤秉大政，还需借重仰仗处何止一二。一杯水酒而已，公若不敢受，这吴越国中还有何人敢受？刘后言重了。
儿酒。正是女儿酒。女儿酒是喜酒，刘后有喜事啊。文公有女，真淑德敬，弘宗年少，内侍上学，愿求为心腹，主持钟馗，以待皇封。刘后，不须如此。臣受2代先王所托付，辅佐刘后，殚精竭虑，肝脑涂地，不辞万死。与水丘联姻。是。刘后今日于功臣堂置酒，求水丘招劝的长女为正妃。这怎么连个媒人都请不起吗？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水丘氏世代宗戚，在国中知根广大。水丘招劝号称君子，朝野皆有人望。刘后此举，怕是想借重水丘在军中的威望和部众，权衡朝野，牵制父亲。心急吃不得肉啊，就算生吞下去，也嚼不烂。要闹肚子的，刘后心太急了。主君者，国之重器，乃君上之权柄，非臣下可轻夺之。大司马虽是4朝元老，但是也并不能在营伍之中一手遮天。带兵带久了，跋扈无状，或是有的。但要是说他犯上作乱之心，臣也不信。回禀大王，末将奉命护从吴兴郡公归府，特来复命。这摆在眼前的事儿，袁相公不信，吴的亲弟弟不信，如今连水丘也不信。这吴越的1市3州，还有谁信吴呢？大王莫要忧心。大王，吴兴郡公和九郎君等不信，是因为胡氏老贼行迹未露。他若是漏了行迹，只怕这座杭州子城已经不幸浅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末将以为，他越不想露痕迹，越是要逼着他，在大庭广众之下露出行迹。到时候，由不得吴兴郡公、九郎君和袁相公他们不信。他是大司马，
谁又能比得了他？老贼跋扈，朝堂之上毫不顾及大王的面子，大王自然也不必顾及他的面子。明日是中秋节，照例，大王要在功臣堂正殿设宴。是中秋佳节，内外相安，仓廪充实，边境无兵事，黎庶得衣食。此节先王及刘后之功也，臣等谨为刘后贺。臣等谨为刘后贺。三代先王披荆沥雪，夙夜求职，筚路蓝缕，乃有今日吴越之苍生。体念先武肃王开国之艰难，先文穆王治世之勤勉，先忠献王为政之清简，乃有东南一片封疆，为之以享刘后。臣等唯愿刘后孝继汉武侯之故范，尽贤臣，远小人，乃吴越幸甚，祖宗幸甚，东南苍生之幸甚。谨为刘后贺。诸君皆有忠臣之志，吾又何惜夙夜之劳？为东南113州君民贺！为东南113州君民贺！为吴越国贺！为吴越国贺！此宴。真好，真好。水秋公。今日佳节，君臣尽欢，不必恪守成列，给相公们和大司马添菜。这是牛肉，正是牛肉。九郎虽贵为国家宗室，平日里怕是没有这般口福吧？从未吃过。
刘后有为农事之朴，故历代以来尽食牛肉。是使苍生以农桑为本，千百年来乃为常例。恕臣斗胆直言，此事不当为。并非吾不遵循例，宰杀耕牛以宴宾客。这畜生昨日自家摔了一跤，摔断了一条蹄膀，故此拿来喂大司马和诸位相公们添菜。刘后，臣弟不胜酒力，恐失仪态，起更衣。准。谢刘后。袁相公，这牛肉的滋味如何？刘后，宰杀耕牛为律法所禁，市面上历来少见牛肉，纵使有之，售价亦非常人所能受。臣虽为宰相，平日无缘食之，这一滋味就更说不上来了。大司马应该是说得上来的吧？牛身上最好吃的4块肉，其一曰外脊，乃是牛背两侧之肉；其二曰牛眼，说的是外脊前边这块肉，肥以瘦相连，形如牛眼；其三曰上脑，说的是牛脖子下面牛眼肉前边这块肉；其四曰内脊，说的是外脊之内，位于牛背腔内的这块肉。一头5、600斤重的牛，也就出得2斤左右的内脊之肉，所以非常昂贵。其肉爽滑，汁水饱满，是牛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。刘后赏给臣的这块儿，便是牛内脊。大司马位极人臣，倒是见多识广。这牛身上的肉到底哪块好吃？袁相公这般博学大儒都说不上来，大司马倒是如数家珍。老臣为吴越披肝沥胆，冒着生死挣来的家业前程，牛肉虽贵些，臣还吃得起。吾曾听闻，大司马早年间
曾经做过屠户。臣本是关中人士，祖上10几代世居长安。17岁时应进科考，可惜学术不精，做不来师傅。落榜之后，便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，以为营生。刘后没去过长安，大约不知道。那时候囚绝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，那行刑地所在，离臣的肉铺子不足50步，中间只隔着一座市属门楼。一到每年秋岁，臣在铺子里杀猪宰羊，50步以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。水丘公，你我再饮一杯。莫要喝多呀！哎，无妨。今日都假释在侧殿埋伏，收拾病人，带头的是何承轩。都是些少年往事了。刘后今日不提，臣都快忘却了。说起来也是机缘，臣和献武肃王，一个杀猪，一个贩盐。要是大唐好好的，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，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屠夫。这世上固然没有臣这个大司马，也不会有这么个坐断东南13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。也未必能有刘后之今日。七哥，七哥，这偏殿的逆桶也该收拾收拾了。那里面昨日的东西都没料理清楚。臣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。七哥酒盏空了，臣弟为你这好了。他喝多了。中秋此夜，国家重典，九郎可不要瞎胡闹啊！臣弟失仪。
七哥赎罪啊！主公莫怪，主公莫怪，啊，莫怪，啊，莫怪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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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酒郎君不胜酒力，我辈亦当尽欢。主公，共饮此杯。来来，请。吴兴君吗？刘侯敬宇，令尔等悔以后命。可是君，我乃国家7里3代重臣，你若敢不奉君约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？吴兴君公言中了，小人不过是宫中一皮匠，何敢抗拒刘侯君谕，冒犯军功威严？我等谨奉刘侯君谕，回应后命。午时已过，赐宴毕。臣等暂为刘后喝。与朱庆同喝。臣等告退。郎君今日做的极好，辛苦了。丞相谬赞，无处不敢当。臣请留队。
父亲，水球今日举止古怪呀，跳两小手而已。哎，父亲，今日刘后甘冒奇险，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？他日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啊？水秀公近日在殿上也看到了，大司马言语无状，羞辱于吾，其不臣之心，桀骜之举，昭然若揭。是刘后先欲辱人，反被人所辱，这怨不得别人。吾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水秀公，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，公当如何？是谁与刘后言及此悖逆之言？此言出自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，原文是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”。越王勾践赖文种范蠡之辅佐，灭吴报仇，反过来却杀了文种，追范蠡于五湖之上。其性凉薄，忘恩负义，太史公叔之，以奉后人。军使臣有手足，则陈氏君如负心；军使臣如土芥，则陈氏君如寇仇。孟子之言，方是治国正道啊！究竟是何人，敢对刘后出此悖逆宵禁之言？臣请诛之，以儆公众。中秋宴上，当殿扑杀国家重臣，你这兄长身边怕不是有佞臣？何承训那贼啊！当年便与程昭岳一党不清不楚，把偏生七哥还不杀他，让他继续执掌亲卫都兵权。你今日坏了你七哥的好事，不怕他记恨于你？那我又有什么法子吗？老令公的刀子已经攥在手上了，若是七哥手里的酒盏摔在地上，怕是等不到何承训的兵进大殿，那老令公的刀子就扎在七哥身上了。那老令公什么人？当年与我家阿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这辈子不知道砍掉了多少颗脑袋。这种小场面难不住他。匹夫之怒，血溅五步。再者，这老令公也是为我家浴血厮杀的功臣元勋，若真个当殿扑杀了，那我吴越国成什么样子了？岂不是连中原汴梁那边的局面都不如了？大王今日在殿上已然误了胡令公，剑已离弦，此时若想再改弦更张，末将恐塌天大祸就在眼前。大王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此时谁先一步便是生，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，万万犹豫不得呀！奈何水丘公他日间若不是吴兴郡公假传王教，胡逆此时已经伏诛。吴兴郡公有罪！大胆！末将一时情急，冒犯吴兴郡公，请大王恕罪。水丘公是社稷臣，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。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，可他毕竟不是大王。吴兴郡公或许以为胡逆此时罪恶不彰，大王诛之师出无名，可若等他真的反了，再处置就迟了。到时候军中将佐其心莫测，杭州城内烽烟四起，
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胡逆若是反计昭彰，吴兴郡公也好，九郎君也罢，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。何承训，末将在。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吗？大王有教，末将不辞万死。3日之后，你去见大司马，你告诉他，吾已有杀他之意。啊！若他听了此事，依然不生反意，只怕到时候为了给他一个交代，吾将要你贬出杭州，却要让你受2年的委屈。大王有教，末将不敢辞。只是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，身子骨再硬朗，也怕难有100岁的寿数。3、5年间，至多10年，吾便将你召回，许你个内衙都监使的前程。若是你不愿的话，末将谨遵王教。你放心，此事办得妥帖，吾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末将不敢言功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都头，近前说话。今日宝德门那边是谁当值？回都头，今日当值的是江小乙。备马，我要出宫。此刻就是此刻。诺。父亲，天快黑了，露水重，这刀啊锈了很久了，一会儿半会儿磨不出来。刀锈了，磨变亮了。你心若是锈了，便磨不亮了。父亲还惦记着今天大王赐宴的事儿。刘郎走得太早了。令公上书有客拜门。现在拜门？小人跟他说了，令公和尚书有时3刻以后便不见客了，奈何那人他不肯走。谁呀？来人自称内衙清卫都指挥使何承训。郎君出事了，郎君暂时无事。暂时？你们有甲吗？有，够数吗？够。兵刃呢？50支毛枪，36把横刀，8柄铁剑，5柄骨短。弓弩呢？步弓10张，弓箭540支，手弩2段，弩箭100。够吧？不知道。子神和罗城的防务，我心里没底。郎君或许有。何时要用？寿准，或许这几日，或许今夜就要用。蒋二马森，来。好。日间割回来那枪子阳，煮出来没有？煮好了，都腌上了。
把弟兄们都叫起来，分给大家吃了。一只羊，连皮带骨也就110斤，60个人分，不够吃啊！对啊，不必够吃，我要的就是半饱。要披甲吗？披，今夜就是再困，都得给我披甲睡，这是军令。走。此处是保德门，最少要安置2个人盯着，万一有事，有一个人可以回来报信。通院门处也得2个人。此处是咱们保着郎君逃出杭州的必由之路。还有袁相府、沈酋相府、大司马胡林公府都得盯住。我不知道究竟何处会出事，只知道一旦出了事，这些大人物必将有所反应。我盯不过来。忠顺都总共才68人，处处都要盯，根本盯不过来。那便只盯保德门和郎君府邸。郎君是知青宗室，寻常变故不惧的，最大的变数反倒来自宫里。刘后要杀我父子？刘后忌惮大司马手中的兵权，以为大司马玉秀、朱全忠、石敬瑭之故事。却又担心军中生变，不敢解了大司马的兵权。今日中秋赐宴，原本安排末将于功臣堂侧殿设伏，只要大司马稍露反忌，便摔杯为号，将大司马立柱于殿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何守军啊，我头子，老夫问你3件事情。你要如实作答。但凡有1个字不尽不实，老夫现在便杀了你。明日再向刘后当面请罪。我等不敢。第1件事情，谁派你来的？是末将自知有罪。拖下去砍了。手机装个匣子，内置石灰。大司马饶命！末将是刘后。拖回来。今日刘后派你来告诉老夫。刘后猜忌老夫，想杀老夫，是不是？是，大司马明鉴，此事却是刘后所授意。第2件事情，功臣堂侧殿辐射，中秋赐宴伏杀老夫，这个主意是谁给刘后出的？此番再拖你出去，便不会拖回来了。想好了再说。是吴兴郡公献计于刘后，刘后这才动了杀心。水丘，第3件事情，保德门监门卫那里今夜是谁当值？夫人。当歇则歇，公事永远没个完，这还是你自家跟我说的。以前也没见着你这么上心。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唉，忠贤王啊，还
还是走了早了一些。父亲，事关重大，师傅当从长计议。不要学那些文算所的，什么事情都要从长计议。老子如今还在长安东市做屠户呢，不过换个刘后而已，又算得什么事关重大？他以为我就算要反，也要先联络旧，串联大臣，控制朝堂内外，这些都需要时间。但老夫我岂是按部就班之人？我偏要杀得个措手不及。父亲，这是要出人命的，打仗就是要流血的。一路上不要停留，遇到巡街的更夫、铺兵，只管一锁子捆了，堵上嘴，扔在角落里。若敢反抗，格杀无论。孩儿们，随老夫进宫。江小乙，将宝的门打开，不要多说话，也不要说错话。你自家决断，若觉得他多说一个字，又或是说错一个字，不用回兵请示，只管一刀砍了。诺，不想不敢。江右爷，开门！开门！何人胆敢擅闯宫禁？中书令大司马在此，前方是谁在对？哎呀！小人参见大司马。宫境之内有贼人作乱，尔等速速从我平贼定乱。尔等要试摸我的军法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遵命。大了宅院，我这60几个人根本守不过来。宅子是死物，不用，护住囊军就行。不是要下雨吗？刘后，刘后，这宫里有人作乱吗？何人作乱？新从都、亲卫都呢？南蜀那边今有何人当值？七郎君莫慌，老头子入宫平乱来了。大司马。司马，先王弘使，你暂设刘后之位至今，勉力维持，人都累得消瘦了。你身子骨本来便不稳当，若是真累出个好歹来，老头子100年之后，也怕不好去见3代先王。还是歇歇吧。大司马，可是要夺我前世基业。
钱家基业，本就是老头子跟随老王一刀一枪在沙场上拼出来的。那个时候连你爹还是个嫩娃子，又何尝有你七郎？说起来，吴越国的江山社稷，本就有老头子我一份。福金斯，你是要弑君篡位吗？总算有点样子了。七郎若是早能有如此这般境气，老头子我也省得入宫走上这一遭了。可惜呀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请七郎修表，奏告汴梁京师，请以右卫大将军开赴一统3、4千红处，全摄镇东镇海，两军节度留后。